胶开始进行了解。它是唯一一个与苯甲有结合功能的胶，只要是我们去做光疗美甲，想要这个指甲扒牢在我们的苯甲上，我们必须用底胶，前提还要刻膜到位啊。你不管是做苯甲还是做延长，我们都需要先涂好底胶，照灯60秒才能去操作其他的步骤。然后底胶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底胶都含酸，不同品牌含酸量不同，底胶都略微有气味，固化后微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市面上的底胶，首先来了解一下弹力底胶。弹力底胶是适合所有苯甲，比如说受损的薄软甲，或者是我们健康的指甲都非常适合。它是有强抓附力且具有韧性，因为它的韧性佳，可以随着我们薄软的指甲变形而产生变形，所以它的抓附力是非常强的。薄软甲推荐用弹力底胶。普通底胶固化后比较黄啊，然后质地偏稀，无法建构。就2选1的话，推荐大家选用弹力底胶。3合1底胶是什么呢？它是偏有粘稠度的底胶，这个粘稠度可以让我们做一次性完成底胶加建构的操作，省时省力。而且它还可以用来贴甲片，这是3合1底胶的特点啊。然后彩色建构底胶，这个是俄式的一款底胶，它具有颜色，又可以当做我们的底胶用。所以刻膜之后，我们底胶加固目标色3个步骤一次到位。优点就是非常节省时间，缺点就是它没有弹力底胶那么柔软，固化后之后是偏硬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操作在薄软甲上的话，是需要建构有一定的厚度的前提，然后打磨指尖把苯甲磨短，让苯甲藏在胶后面，就不会有分层的现象了。这个我们也有详细的网课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是免刻膜底胶，免刻膜底胶不是很推荐哦，因为一般它叫免刻膜的情况下，它基本上含酸量都是偏高的，那么含酸量偏高的情况下，就比较容易伤害那种薄软甲。这是可剥底胶，可剥底胶它其实不能算光疗胶类的胶啊，它是自然风干，无需照灯的日抛，它没有持久度，不可以用来做顾客，基本上都是我们美甲师用来练习使用的。接着是封层类功能胶，封层可分为亮面封层和雾面封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雾面封层，别名又叫磨砂封层，上称为俄式磨砂封层、不粘粉磨砂封层、隔粉磨砂封层，这3种基本上都是用于款式完成后的顶层雾面封层，因为它没有附着力，所以它是雾面封层里面最耐脏的。举例就是这种，可以看到它是款式完成之后涂了一层磨砂封层，涂了一层磨砂封层，涂了一层磨砂封层。这一类款式，如果我们要做磨砂封层的话，推荐用俄式磨砂封层、隔粉磨砂封层。它是磨砂封层类里面最不容易脏的，但是只要是雾面封层啊，它都没有亮面封层那么耐脏，这个要了解。然后其次它还可以在做款式的时候叠加在中间，起到隔绝魔镜粉附着的作用，方便做出精致的魔镜粉款式。举例，比如说这个款式就是画完了我们的花卉了之后呢，涂了一层隔粉磨砂封层，再在上面用可蹭粉的胶体，比如说硬式封层或者是纹理造型胶，画好了这个外框，肌理了之后蹭魔镜粉，然后做了一个建构封层。还有像这种更细腻一点的款式也是用到了隔粉磨砂封层，然后这种 PVC 的立体魔镜粉造型的款式也要运用到隔粉磨砂封层。复杂一点的话就是这种做完彩绘，然后局部蹭魔镜粉，然后做这种魔镜粉的立体的宝石款，还有这种超精细的，看得见吗？只要运用到魔镜粉的款式都需要用到隔粉磨砂封层。接着呢是水彩磨砂封层，它有附着力，所以不适合作为最上层的雾面封层，不耐脏，适合做我们水彩前的打底、喷枪前的打底、拍拍胶前的打底。比如说这一款喷枪的款式，就需要用到我们的水彩磨砂封层打底辅助。然后这个是拍拍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空间法，是用贴纸做的，它也用到了我们的水彩磨砂封层。其次就是这个网课，大家也会看到它用到了水彩磨砂封层，这个白色的部分我们是用水彩画的。还有这个我们款式网课里面的郁金香款式也用到了它。最后这个鸡皮磨砂封层和丝绒磨砂封层是比较老的技术，以前的技术它们固化之后雾化的效果都不是特别好，然后有点油油的感觉，我自己个人不是很推荐。接着我们来看亮面封层，亮面封层分为免洗类封层这是第一大类，蹭粉封层、免洗弹力封层、免洗水光封层，这些都是免洗封层，它的主要作用是蹭粉。蹭什么粉？蹭魔镜粉、仙女粉，然后高光粉等。
像我手上的这一颗魔镜粉的款式，就是用我们的蹭粉封层专用的蹭粉封层去操作的。诉求就是蹭粉越亮，镜面效果越好，说明这个免洗封层越好。它的缺点是不耐磨，所以不适合做款式完成后的顶层亮面封层，它只适合用来夹在中间蹭粉用的。接着是钢化类封层，钢化类封层就有很多种名字了。超亮钻石封层、耐磨镀金封层、玻璃封层、烤漆封层、冰透封层、钢琴封层、冰晶封层等等，你们还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名字，就是每一个厂家给自己的钢化封层都起不一样的名字，为了凸显出自己品牌的封层比别的封层更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名字大家不用太去纠结。那么钢化封层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款式完成后的顶层亮面封层啊。就是像这种，不管你打底做什么样的款式，最上面的这一层光面的封层，我们用的都是钢化封层。像这种晕染的石纹款式啊，看得到吗？它也是最上层的一层薄薄的封层，用的都是钢化封层。我们对它的需求就是光滑透亮、耐磨为最佳。它的优点就是无附着力，所以耐磨耐脏。做顾客正常我们的单色之后，都是用它来做封层，需要它耐磨。它的缺点也是无附着力，所以需要封层后要刻磨，我们要贴钻的部位，我们才能在封层后去贴钻。不想刻磨，那么我们就不想刻磨的情况下，要不换一个封层，要不就是在封层前去贴饰品。然后呢，不能叠加彩绘胶、石膏胶。它就是做这样光光的亮面封层用的啊。然后像这一颗，它就是在封层前去贴的钻啊，所以你看它是跟封层融为一体的感觉。但是我们贴钻是不包钻面的，半包。最后一类亮面封层就是硬式封层类，建构硬式封层、紫水晶封层、晶透封层都是硬式封层，主要作用是做一个有厚度的后建构加封层，一次性完成，节省时间。又来了，还是它啊！我这一个款式上面用的都是用硬式封层直接做的建构封层。做完款式之后，因为我底下贴了很多素材，甲面凹凸不平，我懒得去做建构，然后再封层，且我想要在封层之后去画这个彩绘，看得见吗？封层之后去贴这个钻，看得见吗？所以我就需要打底，一定是用硬式封层去操作的。如果用钢化封层，我在封层后去贴的这些饰品，可以贴大球钻，因为大球钻方便刻磨，但是想要去贴这种精细的局部的小钢珠、小平底钻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刻磨，所以要用到硬式封层。看啊，都是没有掉的，这个是硬式封层后去画了我们的，这个是硬式封层后去画的，然后撒了水晶粉的一个款式。这个款式也有网课在课程里面啊，然后它不单单可以用来在款式后去贴饰品画彩绘，它还可以用硬式封层直接蹭磨镜粉。蹭磨镜粉的款式也有啊，也有在我们的款式网课里。然后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相比较之下没有钢化封层那么耐磨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它当然可以做我们的款式之后最顶层的封层。那么如果我是想说在款式完成之后，我就不在封层上面去做什么操作了，像这种直接封好了之后就不去做任何操作的款式的情况下，推荐大家用钢化封层，它更耐磨。那么如果我要在封层上面去贴饰品、画彩绘，其实这些饰品啊、彩绘它本身就是有厚度的，它就会隔离住我们底下的硬式封层不被磨损，所以就是它哪怕相较之下没有钢化封层那么耐磨，但如果你要做这种封层之后做款式的情况下的话，其实它不是很容易被磨花的，所以这个大家完全放心啊，只是相较之下而已。最后像这个雕花的款式看得到吗？网课里面有送给大家雕花的课程啊，直接用雕花在封层上面去雕，然后它不会剥落，看得到吗？就是抠都抠不掉的这种，就一定要用硬式封层去打底。如果你用钢化封层去打底，然后在上面雕花的话，雕花也是容易掉的，明白区别了吗？好的，封层讲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延长类的功能胶。正常的我们的日式的光疗胶就是光疗胶、高透延长胶、冰透延长胶，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这个种类啊，主要作用就是做延长，需搭配甲片或者是指托使用，也可以做本甲的塑形。我们对它的诉求就是固化之后高透不泛黄，塑形不回弹，硬度越硬越好。
其次就是俄式的彩色延长胶，主要作用就是也是搭配甲片或指托去做延长，也可以做苯甲塑形。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一次性，因为它本身带有颜色，它可以一次性完成延长加目标色，节约操作时间。那么我们对它的需求一样是塑形不回弹，硬度越硬越好啊。最后一个是俄式高透水晶胶，这个俄式高透水晶胶大家可以去俄麦的店铺里面看一下它的操作视频。它的优点是它是所有延长胶类当中最硬的延长材料，没有比它更硬的了。然后呢，可以搭配甲片、指托、甲膜，还可以做无指托延长。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它的胶体比较特殊，也不能算缺点，对吧？会用了之后它就真的很好用。胶体特殊，需要学习使用方法。对它有兴趣的同学，大家可以直接去就是淘宝店铺啊，或者是我们的俄麦的抖音店铺里面搜寻一下，都有它的使用教程的。延长胶的主要功能就是延长，其次就是塑形。什么是塑形？就是因为大家会很容易把塑形和建构弄混掉，塑形建构、塑形建构、建构塑形、建构塑形一起讲，大家会容易乱。那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建构是建构，塑形是塑形啊。塑形是我们通过高硬度的延长胶，不管你用哪一款延长胶也好，但是一定要是通过高硬度的延长胶去矫正、去夹受我们的扇形甲，或者是撑开我们的内卷甲。你比如说这个是延长加塑形，想要塑形不回弹，你的延长胶就一定要有相应的厚度，就是在我们的受力区这个范围内，两侧是这个样子扁出去的啊，宽出去的，然后照灯10秒左右，接着我们用塑形夹进行把它夹受的操作，这个才叫做塑形。塑形完之后打磨修形，我们的指甲可以看到这个是它原生的状态，本身是一个扇形甲，塑形铺了那么厚的胶了之后，它反而变瘦了，看到吗？但是塑形一定要就是量力而为啊，顾客受不了我们就不要给它夹太瘦。塑形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对于这种扇形甲矫正的情况下，顾客甲床不耐受，那我们就不要一次性给它夹太瘦，根据顾客所承受的范围内，第一次给它夹瘦一点点，然后过1个月之后再回来再给它夹瘦一点点，再过1个月之后再回来再给它夹瘦一点点，通过3到5次的矫正，慢慢的使它甲床被养到很瘦，矫正扇形甲。没有办法一次性让180斤的胖子变成一个90斤的瘦子的，大家一定要听明白这句话，过度塑形反而会造成顾客的空甲，一定要小心哦。再来总结一下什么是塑形，通过高硬度的延长胶搭配塑形工具，这个塑形工具塑形夹或者是塑形棒，塑形夹是这个样子把指甲夹瘦的一个工具，这呢塑形棒是挑选合适的大小把指甲给它撑开来啊，内卷甲撑开来的工具。塑形的流程步骤都有网课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建构类的功能胶。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塑形，取适当的胶量，平整甲面，塑造高点，做出优美的甲面弧度，完美的建构可以做出极致光圈。可以看到这个苯甲条件是非常差的，凹凸不平的情况下，我们直接去涂目标色肯定是不可以的，一定是做完建构了之后我们再去涂目标色，然后这个封层还有做一个后建构，才能达到我们极致单色的效果。然后我们要知道什么胶可以用来做建构，只要具有流平性的胶都能用来做建构。举例，3合1建构底胶、彩色建构底胶、硬式封层、加固胶、流平胶、建构胶、光疗延长胶、彩色延长胶，这些功能胶都可以用来做建构，只是做一个弧度出来，对不对？然后我们来了解市面上的建构胶，按照胶体的流动速度由慢到快，可以分为延长胶、硬式封层、建构胶、加固胶、流平胶和建构底胶。延长胶是最慢的，流动速度最慢的啊。然后呢，建构底胶是流动速度最快的。那么我什么时候用延长胶来做建构呢？当我要做长指甲的时候，想要做建构，你会发现加固胶、建构胶太稀了，很容易留甲沟，我们就可以用延长胶来做建构。然后苯甲的话，因为它很短，我们用很稠的胶体去做的话，就很难流平，感觉就要等很久。那么短的苯甲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快速一次性完成，就用3合1建构底胶。如果你没有3合1建构底胶，我们就可以先薄涂底胶，照完灯之后用加固胶、建构胶、流平胶去操作建构。
它们都可以做建构，只是胶体的粘稠度的区别啊。然后呢，市面上的各个品牌方对于建构胶类的粘稠度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定义。我们觉得好不好用，其实就是看这款胶的流动性适不适合你的手速。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新手入门美甲师手速比较慢啊，比较容易犹犹豫豫的，就适合粘稠一点的胶体来操作建构，不易留甲沟，有相对充分的时间来调整我们甲面的建构的形状。那么比较熟练的美甲师呢，手速比较快，控胶能力比较强，相对来说就更适合，或者是他们更喜欢稀一点的胶体，方便快速操作。那刚刚加固胶、建构胶、流平胶这3款胶啊，因为大家市面上叫的比较多，然后呢，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本质上我告诉你们，它们都是加固胶，区别在于胶体的张力不同。张力越好的胶就可以在有厚度的前提下，我们给它堆得很厚，但是它的张力好，它就会吃得住，箍在这个甲面上，它不会留甲沟。那么张力优秀的加固胶，它才能被称之为建构胶。张力没有那么优秀的话，就是加固胶或者是流平胶。那么加固胶的好坏判断标准是粘稠度适中，固化之后不泛黄，有一定的硬度。加固胶肯定是没有延长胶那么硬的啊。有一句话告诉大家，就是你要做延长，必须用延长胶做出足够的硬度了之后，如果甲面的厚度不够，我们才用加固胶去补厚度，而不是贴完甲片之后直接用加固胶去做一个建构。那么那样的话，你的延长是很容易断的啊。好，然后建构的应用场景分为前建构和后建构。前建构就是指做款式前的建构。例如我们要做几字单色，或者是做整面的磨净粉的款式，来看一下，就是这种凹凸不平的本甲甲面，我们要做几字单色，或者是说我们要去做这种整面磨净粉的款式，我们想要把磨净粉蹭得特别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做好一个前建构，才能做好我们的款式效果。然后呢，后建构是指我们做完款式之后的建构，要贴金箔、大亮片、贝壳等素材，或者是做比较复杂的晕染的款式，甲面凹凸不平了，我们就可以用建构胶包裹素材，平滑甲面。我们举例像这种款式，甲面上是又做了色块，又贴了素材，整个凹凸不平，我们就需要用加固胶去做一个建构。或者是说，如果你手头上有硬式封层，那么我们做完款式之后直接建构封层是最方便的。还有这种蛇纹的款式，这2个款式也都有网课啊。